我为女帝，当镇压世间一切邪祟。破！多谢女帝，助我冲破桎梏，化形成功，成就陆地神仙境。卿不负我，我亦不负卿。举手之劳，何须多言？我如今的一切都是女帝给的，真不知该如何。小岛，你不会真以为我跟你那么多年，只是为了一个区区的陆地神仙吧？只要吸收了你女帝的骨血，我就能肉身不灭，羽化登仙。你只是一只喂不熟的狗，去死吧！小岛，若有来世，我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这大夏第一监狱，我这是回到了300年前的上一世，没死就好。妖道，你等着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我定会找到你报仇。利用龙界里的黄龙之力，我的内力一举突破到了筑基期，虽不足我从前实力的1/1000之一，但在这里足以自保。杀，一个不留！反抗者死！住手！万杀之王，你放肆！许强，今日我就灭了你这大夏第一监狱！我要让这天下都知道，这神州之地究竟谁才是第一强者！你找死！去死吧！神州之地，第一杀手要换我位置了，杀一个不留！想起来了，这一世我替罪入狱的第3天，大陆排名第5的杀手团突袭大夏第一监狱，杀了不少人。我重伤昏迷，被丢进乱葬岗，差点死掉。想不到这大夏第一监狱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女人！只要你把哥哥伺候舒服了，今天我就放你一马。别惹我，不然你能如何？你能奈我何？匹夫一怒，血溅五步；女帝一怒，伏尸100万。女帝，你区区一个阶下囚，在我面前说什么女帝？见过脑残的，没见过这么脑残的。他该不会被吓傻了吧？吓傻也没关系，只要能暖床就行。不知死活！臭娘们儿，等你落在我手里，我定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好啊，那你便去死！你敢！慢着，原来会点功夫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你立刻放了他，然后跪在我的面前做我的奴隶，我就考虑饶你一命。不然的话，不仅你要死，我
还会把你的家人们都找出来，当着你的面一个一个全部杀死。你这样说，我可是会生气的。你会生气？你生气又能如何？我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了，你能奈我何？这个世界就是强者为尊。你一个女子，连上桌吃饭都不配，难道你还真敢当着我的面杀我的人？给脸不要脸的贱货！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，毙了他！你说的没错，这个世界强者为尊。你们这些男子，在我这个女子眼里，又何尝不是随意拿捏的蝼蚁？你使的什么妖法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叫宋冰瑶，你也可以称呼我为上苍女帝。女帝，你个贱货也敢称帝！今天我就杀了你！大夏第一监狱长许强都不是我对手，你不过是一个女子，怎么可能胜得了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太弱。大夏第一监狱监狱长许强，拜谢前辈救命之恩。我等拜谢前辈救命之恩。随手之劳罢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许强愿奉前辈为主，此生任前辈驱使。我只想离开这里。前辈的档案我看过，您是替人顶罪，想离开这里只是我一句话罢了。前辈，您的衣食住行都需要人打点，我和我的手下都能做到，望前辈不要抛弃我等。修炼需要很多天才地宝，若只是我一人去寻找，不知要何时才能重回巅峰。也好，既然你诚心奉我为主，那便交出一缕你的本命精血。从此以后，我要你生变生，要你死则死。请前辈笑纳。请前辈笑纳。好，从此以后你们便是我的人。我修炼还需要很多天才地宝，稍后我会列一个清单给你，你们替我寻来。届时我上苍女帝定会带尔等所向无敌，君临天下。叶玉川是玉川集团的总裁，也是我这一世的未婚夫。公司出事，我为了他甘愿替罪入狱。前世我出狱归来，玉川集团倒闭，叶玉川本人也焚炭自杀，成为了我一生之痛。这次重生，刚好可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怎么走路的？没长眼睛，也不照照镜子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也配往我们萧总的怀里钻？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在想事情，没有注意到。下次注意点。你这种下等人，要是撞伤了我们萧总，你拿命都赔不起。住口！家人无恙，还请小姐莫怪。没事。哦，怎么？我有什么问题吗？是的，你有病。你才有病，你全家都有病。这位小姐，就算萧某人哪里做的不好，也不至于随口骂人。你最近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反应迟缓、精力不足，时常头晕眼花、耳晕目眩？这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最近确实时常感到力不从心。你眼袋皱、眉心轻，
双目无神，颧骨呈灰黑，气血瘀，身污。现在将死之兆，没有其他办法，准备后事吧。小姐，请你不要胡言乱语。既然你说我是将死之人，不知我还能活多久？3年？你的意思是3个月？这刚才不还是3吗1，时间到。你是说我现在就要死了？我的身体我岂会不知？真是无聊。枉我刚才还以为你懂点医术，结果在这儿跟你胡扯半天，真是浪费时间。爸，一眼就能看出病症，还能精确到读秒，这怎么可能？既然能看出我爸有问题，那一定能救他，对不对？阎王要人3更死，岂肯留人到5更？你爸得的不是病，是命，我也救你。是小姐，原来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怀疑你。我是霄云集团总裁萧正廷，只要你能治好我爸，什么要求不答应。霄云集团，神州第1集团。我未婚夫玉川集团就是被霄云集团阻击，才出现了财政问题。若是可以让对方放手并给予支持，或许玉川便能转危为安。帮我做一件事情，我可以说说。只要你能救我爸，什么要求我都答应，甚至我可以给你霄云集团50%的股份。这倒不用，你只要停止对玉川集团的阻击，并且给他注资就够了。这个困难，分不下去。停止一切对玉川集团的商业阻击，并且对他们注资1个亿。今晚在神州酒楼举办签约仪式。是。好。存在镇灵符可以保证魂魄短时间之内不离体，也就是所谓的死而不僵。今晚签约已亲自过，事成之后我自然会救他。这人都死了，还能等到晚上？信不信由你。对了，镇灵符万万不可擦掉，否则神仙难救。少爷，他要是真能救老爷，您真愿意给他公司50%的股份？那是自然。老爷的命，岂能用金钱来衡量？刚刚那位小姐举止有度，不卑不亢，还自带一种出尘的气质，定然不会是个寻常人。若他真能救人，别说是给他管饭，就是让我萧正廷去，甚至奉他为主，也不算冷漠。冰瑶，你不是在监狱吗？怎么出来了？我找你有事情。正好，我也有件事要和你商量。这是一份退婚协议书，签了吧，我们以后就没有关系了。退婚？不错，玉川集团已经是上市公司，如果被外人知道我要娶个罪犯做妻子，那公司的股份必然会直接崩塌。叶玉川，我本无罪，是为了救你才入的狱。该他第1监狱可以为我证明。怎么证明？难不成要召开记者招待会，把这件事情大肆宣扬啊？清者自清，我不在乎。可叶总在意。实话告诉你，神州第1集团霄云集团刚刚已经停止对玉川集团的阻击，并且注资1个亿。现在的叶总啊，已然是神州最耀眼的商业新星，而你一个区区的劳改犯，早就配不上他。我劝你别自取其辱。这是你的意思？这不重要，你放心，我会补偿你的。这张卡里有100万，你拿着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我代替你入狱，帮你集资。
如今你却觉得翅膀一硬了，就要一脚把我踢开。好，很好，原来前世今生都不是我宋冰瑶负了你，而是你负了我。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再加100万，甚至200万。我宋冰瑶在你眼里就值这点钱？宋冰瑶，做人要知足，别贪得无厌，小心啊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贪得无厌？你们知不知道，霄云集团之所以给你注资，是因为我。见过吹牛的，没见过你这么吹牛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霄云集团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给玉川集团注资的？你不会还要告诉我你认识神州第一天骄霄云集团的总裁萧振廷吧？你是谁？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聒噪？我来告诉你，这位是神州胡家的嫡女胡媚儿胡总。胡总名下4家公司，资产过亿，像这样的女人才是叶总的良配。至于你，垃圾就该回到垃圾桶里。再说了，这个项目明明是胡总一手促成的，怎么就成了你的功劳？你是说，这个项目是因为他才注的资？不是我，难道还是你吗？吹牛也不打草稿，你一个劳改犯，凭什么？如果我说就是我呢？够了，宋冰瑶，你大话说够了。公司融资在即，我身为集团总裁，我的身上不可以有任何污点，而你就是我身上最大的淤泥。我必须要把你清楚，你签完字，拿着钱，我们好聚好散，否则别怪我分理无情。原来我宋冰瑶在你心里竟然是这么的不堪。好，你既无情我便休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2人情分尽离，再无瓜葛。拿着吧，你我两不相欠。你还是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嫌少了，你一个劳改犯，叶总是姑娘究竟才给你这么多的？你不会以为自己真的很值钱吧？通知财务，往这张卡里再打500万。是，叶总。满意了吧？就当是你替我坐牢，要补偿吧。叶总还真是善良啊，500万，你一个劳改犯，几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吧？坐了几天牢就可以这么轻松拿到这么多钱，我要是你啊，我就跪下，好好给叶总磕几个响头。你让我给他下跪，鼠阴寸骨！我告诉你，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么逆天的机遇。叶川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现在愿意跪下磕头向我诚心道歉，我可以当做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。你一定要！你让我后悔，就凭你，还想让我给你磕头？你还真是异想天开呀！听见了吗？还不快走！你不觉得丢人，我都替你觉得丢人。好，你最好记住今天说的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今天，玉川集团和霄云集团签约完成之后，我叶玉川必将一飞冲天，而你宋冰瑶，如今的你，再也不可能配得上我。恭迎女帝！女帝，胡家家主胡霸不知怎么了，知道了您打败伊莎的事情，非要奉送9成家产，只为结识陛下。不知您胡家是胡家是神州4大家族之一，当然和萧家没法比。这个胡家是不是有一个叫胡媚儿的？她是胡霸的嫡女，也是胡家未来继承人。好，接受他们家的资产，并且邀请他参加今日的宴会。是，
叶玉川，我妹妹，我倒要看看今天这一出大戏你们怎么表演。今天是霄云集团和玉川集团的签约仪式，想必您就是玉川集团总裁叶总吧？叶总果然是年轻有为啊，恭喜恭喜！过了今夜，玉川集团和霄云集团强强联合，看来过不了多久，这叶家在神州就有一席之地了。二位过誉了，玉川愧不敢当，多亏了胡总把我从中斡旋，我才能够和霄云集团合作。今后玉川还需多多努力。小事一桩。能帮到叶哥哥，妹儿求之不得呢。胡总、叶总，你们看，这是不是宋冰瑶啊？宋冰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和你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还请你不要再纠缠。我跟你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既然知道，那还不赶紧离开？这里可不是你个劳改犯该来的地方。你们都能来这儿，为什么我不能？这位钱林钱总身价过亿，这位周总呢，掌管多家上市企业，身价过亿，而你全身上下有超过100块的东西吗？你觉得你配合他们一桌吗？你啊，来这里当服务员都不配。如果我说我今天要是不在这，这个签约仪式就举办不了了。而你引以为傲的胡家，也只配在我脚下跪下当狗。你什么牌子垃圾袋呀，这么能装？各位，这个来要饭的穷鬼居然说今天没有他，我们这个仪式就开不了了。还说我们胡家只配跪在他脚下当狗呢。就他以为他是谁呀？忘了给大家介绍了，这位可是神州第1监狱的劳改犯。我们这些商界大佬，在胡总和叶总面前都不值一提。你一个劳改犯，算什么东西？想让他跪下当狗，真是放肆！宋冰瑶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不要在这里丢人了，赶紧出去！丢人？在场的人如果知道我和你有过婚约，你让我怎么抬得起头？我知道，我跟你退婚这件事对你打击很大，但是如果你是凭自己的本事来到这里，我叶玉川会对你高看一眼。若你还要在这里胡搅蛮缠，只会让我对你更加厌恶。你这女人还要不要脸？叶哥哥话都说这么明白了，你还赖着不走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出去！这里是高级场所，不是你这种穷鬼攀高枝的地方。一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。少爷，那位宋小姐已经到达了签约现场。好，太好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你说我们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怎么？你一个劳改犯还想动手啊？你能拿我们怎么样啊？撒泼打滚，无能旁骛。胡总可别这么说，他刚才不是说没他，这个约就签不成了。万一他一生气，把萧振廷萧总给叫过来。萧总是什么身份啊？神州商业的顶尖人物。霄云集团在他的带领下，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，就变成了世界排名前几的企业，资产呢更是翻了足足15倍。像他这样的人物，平时我想见他都很难，更何况他这个劳改犯了。就算萧总真的来了，能看他一眼，也算他厉害。哦，那一会儿他来了，你可看清楚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拖出去！是。等等，宋冰瑶，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自己走出去，别真被人请出去，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也再告诉你一次，是我
让萧云集团停止了对玉川集团的商业阻击，也是我让萧振廷给你注资。如果没有我，你今天压根就没有资格站在这里参加签约仪式。我说了，我不在，这个仪式就没有。别给脸不要脸！叶哥哥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别心疼这种爱撒谎的女人。像她这种下贱的女人，只会蹬鼻子上脸，借着跟你说话的功夫彰显自己的身份。宋冰瑶，你非要逼我跟你撕破脸是吗？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能不知道吗？谎话连篇，一事无成，鼠目寸光。你说你帮我解决了公司危机，帮我融资，难道你在监狱的时候就能认识萧总吗？我是出了监狱以后我才跟。够了，明明是胡总帮我解救了玉川集团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撒谎？我告诉你，今天的签约仪式对于我，对于玉川集团来说都非常重要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搞破坏。现在请你马上出去。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，而他说什么你都信？笑话，你一个劳改犯也配和胡总比？可笑，你这个女人还真是不要脸。那好，我现在便把萧振廷叫过来，是真是假，你们一看便知。萧振廷，3分钟之内给我出现在签约仪式上，否则人别想救。怎么了，少爷？脸色突然这么差？我要3分钟之内赶到神州酒楼，快！是，快！哎，你刚才不会在给萧总打电话吧？有问题吗？我认识萧总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。我看呀，刚才接电话的人根本就不是萧总，萧总根本就没有接，是你在演的。肯定是没播出去，在这演戏呢。先不说他有没有播出去，就算有，他敢这么和萧总说话，也是在找死。你说我在找死？难道不是吗？别以为在这胡吹一番，就会显得自己有多了不起，实际上只会让人更加看不起你。萧振廷对你们而言，确实是高不可攀，但在我眼中，只不过是蝼蚁一般的存在。3分钟之内，他要给宋冰瑶，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了。叶雨辰，你到现在还觉得我在胡搅蛮缠？难道不是吗？就连媚儿都不敢这么跟萧总讲话，而你一口一个命令，3分钟让萧总到这里，这不是胡搅蛮缠是什么？你让萧振廷3分钟赶到这里，难道你的面子比媚儿的还要大吗？我看他呀，就是在虚张声势吧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赶出去！这么着急啊？3分钟赶人去送死？我送你妹啊！萧振廷要是真能赶到的话，我跪下来给你磕1000个响头，但这根本动手！萧总到。磕头吧，1000个，我数着呢。这根本不可能！难道他真的认识萧振廷？萧总可是神州的天之骄子，怎么可能会跟他一个劳改犯认识？那为什么萧总真的到了？我知道了，萧总一定是重视你，专门来给你签约的。重视？要不然萧云集团为什么给玉川集团注资1个亿呢？这可是我们胡家都拿不到的份额。恭喜叶总啊！以后我们钱家还需要你多多关照啊！也希望叶家以后多多照顾我周家呀。那是自然，以后用得着我叶玉川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你就这么自信？萧振廷是为你而来，不然，难不成还为你个下贱之人而来？下贱之人？没错，说你是下贱之人都便宜你了。你一个劳改犯啊！今天呢，就算在这儿活活把你打死，也不会有人可怜你半句。好，我今天就站在这儿，
我看你们谁敢对我动手！你一个区区劳改犯，怎么这么不知道天高地厚？我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你宋冰瑶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在胡总这种顶级权贵面前，你就是个蝼蚁。蝼蚁？对，你就是蝼蚁！真以为在座的没人敢动你？今天我们钱家就第一个动手，替胡总和叶总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蝼蚁。算我一个，也算我一个，也算我一个。你们都想动手，难道就不担心自己背后的家族保不住？像你这样的蝼蚁，我周家一个月不知弄死多少个。笨逼的胜利。那我倒要看看，今天啊，你口中的肖总会不会来救我？你们几个还不动手？住手！住手！宋冰瑶是我的未婚妻，你们谁敢动她？未婚妻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未婚妻？我调查过了，你为叶玉川的玉川集团付出了一切，正好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想追求你做我的妻子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我怎么会生气呢？倒是我进过监狱，而且我没有能力，没有背景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你真的愿意做我的未婚夫？那只是这些凡夫俗子鼠目寸光。此生我非你不娶。生你恩，懂你仇，没想到我重活一世，居然能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。也好，既然你3分钟之内赶到了这里，那我也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刚才是谁说我的未婚妻是下等女，还要打扮？钱玲，是你，亦或是你，周潇？不，肖总，这是误会，误会，没什么误会。周钱两家品行不端，嚣张跋扈，竟欺负到我未婚妻头上，那就让他们破产。是。回禀肖总，周钱两家已经破产。什么？肖总，求你放过我们钱家。肖总，我们都是听了胡总的话才做出这种错事的，要怪就怪他了。胡总，胡家人？对，就是他。胡妹，你竟敢对我未婚妻不敬，是想找死？他就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劳改犯，怎么可能会是你的未婚妻啊？是啊，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我很清楚，他就是一个整天抱着一些不切实际幻想的下等人而已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有眼无珠，认不起人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不想肖总被小人蒙蔽了而已。要不是因为冰瑶，你以为我会停止对你玉川集团的商业阻击，并且对你注资1个亿？真是愚蠢可笑！什么？真的是你？这怎么可能？明明是媚儿帮我找的投资，就凭他，别说是他了，就是他整个胡家都不配让我萧振廷多看一眼。媚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你说是萧总用于赏识我才给我投资的吗？我也是猜测，我也没想到是因为宋冰瑶啊。叶玉川有眼不识泰山，愚蠢至极，根本不配得到我的投资。通知下去，取消签约仪式。肖总居然真的为了他取消了和玉峰集团的合作。
宋冰瑶，别以为得到了焦总的赏识，就可以在这里狐假虎威。我告诉你，你没有能力，早晚会露馅，一败涂地。你说我没有能力？没错，今天这个你作为萧总的未婚妻，确实有资格来到这里。但是跟媚儿比起，你还差得远。媚儿所在的家族乃是神州4大家族之一，实力不比萧家差，他名下的资产更是过亿。而你有什么？我有什么？我的能力超乎你的想象。叶玉川，恐怕只有你认为他背后的胡家很可靠，但是胡家早就内忧外患，撑不住。萧总，我胡家前段时间情况是不太好，但过了今天，一切都会随之改变的。因为我胡家攀附上了一个大人，你们萧家是厉害，但在那个大人物面前，什么都算不上，连提鞋都不配。萧总，你确定要为这么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，与我胡家撕破脸吗？大人，没错，萧总，你身居高位，应该听说过神州许强吧？你说的是神州强者排行榜第1的超级？没错，他已经接受了我们胡家的效忠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胡家即将成为他在神州境内的代言人，从而一步登天。而你们萧家即将成为我们胡家的副都。媚儿，这个许强，那当然，即便是整个神州大陆，也是数1数2的存在。他背后的大人物啊，那更是了不得。你们萧家只手可灭。真有此事？萧振廷，我奉劝你，最好乖乖的跟我叶哥哥签约，然后跪下道歉，做我的奴隶。我们胡家可以勉强放过你，要不然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们萧家就等着灰飞烟灭。你敢？你说许强接受了你胡家的效忠？那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好意思，你口中的那位大人正是我。你可真敢吹啊！许强可是大夏第1监狱的监狱长，神州排名第1的高手。你说你是许强背后的高人，怎么？难道你比许强本人还厉害啊？真是疯了，居然能说出这种胡话！宋冰瑶，或许之前我还可以帮你求救，但是你竟然敢污蔑许强战士，简直死路一条！冰瑶，大夏第1监狱的确不是我萧家现在可以得罪得起的存在。你们2个把这个贱人的嘴删了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你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！我今天就让你死！爹，我在宴会上被这个疯女人给打了。你敢动我，我不仅要你死，还要你全家陪葬。好啊，那就试试。你们胡家有没有这个？谁敢打我女儿？我看他是活腻了。爹，敢打我女儿，我让你活不过今晚。这个女儿，你怎么样？人我打了，你意如何？臭婊子！大夏第1监狱监狱长许强已然接受了我们胡家的效忠，今天更是会亲临这宴会厅现场。敢伤我胡家的人，就是与大夏第1监狱为敌，就是与我们大夏为敌。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是你胡家愿意拿出90%家产，
只为了结识许强背后的高人，而且人家好像没同意呢。你怎么知道？谁说没同意？今天那位高人与我们到这里见面，就已然证明了他对我们的态度。只是见一面，就叫表明态度？不错，我劝你赶紧跪下，给我磕30个响头，不然等许强和他背后那位高人来了，谁都救不了你。既然你这么肯定，好，我成全你。许强，我现在通知你，我不接受胡家的效忠，5分钟之内，我要让胡家在神州除名。徐老大，怎么了？胡家敢得罪女帝，派队人去灭了胡家，其余的人跟我去酒店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。是。呵呵，见过装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装的。让我胡家除名，我胡家虽然只是4大家族末流，但也不是随随便便让你一句话就能覆灭的。爹，你看到了吧？这个家伙就是个只会吹牛的疯女人。这个蠢货可能还不知道将军有多么厉害。真以为放上萧总，你就能恣意妄为了？就是，我今天就是要看看他萧真情护不护得了你。还有3分钟。哼，3分钟。宋冰瑶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、做什么？再这么下去，不仅他萧振廷会被你这个蠢女人害死，就连他整个萧家都会被你拖下水。还好，我已经跟你退了婚，不然你还会连累到我呢。2分钟。还在这吹牛，这个蠢女人放上萧振廷就分不清大小王了。就是，还敢得罪胡总，简直找死！1分钟。哈哈，1分钟，不知死活的狗东西！老子今天就站在这儿，看你如何让我胡家在这神州出名！时间到。什么？我们胡家遭受不明资本的狙击，已然破产。爹，你说什么？我们胡家破产了，已然在神州出名。这是你干的？这女人身份恐怕真的不简单呐！难道你真的是那位大人物？不可能，我们胡家是4大家族之一，怎么可能说破产就破产？对，不可能！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清楚。要不是借助萧家的势力，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手段。会不会刚才那通电话是他找人故意演出来的？蠢货！打电话给我的是胡家的执行总裁，你觉得他会骗我吗？这胡家的执行总裁确实不可能听他的，但是现在的 AI 技术那么发达，什么声音通话记录，那可都是可以造假的呀。对，没错，爹，刚才给你打电话的一定是 AI 合成的。AI？ 你们真会想。不是 AI 是什么？以你的能力，能让胡家5分钟之内在神州除名。如果你能做得到，我叶雨川就承认，跟你退婚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错误的事情。你这个臭娘们儿，竟然用这种手段欺骗我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给我剁碎了喂狗！是。爸，看你是在找死！虎爸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徐强大人，您终于来了！这里有个蠢货公然直呼您的名讳，毫无尊重，我现在就替你收拾了他！蠢货！没错，这个蠢女人还敢冒犯你，说自己就是您背后的那个大人。哼，宋冰瑶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让你不要吹牛，你就是不听。如今徐强大人亲临，我看谁还救得了你。
要不是看在叶总您的面子上，他早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你们几个当真认为他许强能收拾得了我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装？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许大人，这个蠢女人，她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。今天我就替你把她给收拾了。哎呦！我看你才是最大的蠢货，才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卑职来迟，请女帝恕罪。女帝？啊，这怎么可能？徐强大人，宋冰瑶吃我的住我的，他还替我坐了3年的牢，他怎么可能有资格成为您的主人？无知！女帝大人修为通玄，举世无双，奉他为主，是我逆天的机缘，反倒是你们愚蠢而不自知，有眼不识真火。不可能，她怎么可能是什么女帝？我不相信！还不赶紧给女帝道歉！爹，要给这个劳改犯道歉！你给老子快点！女帝大人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原谅我吧。原谅我？倘若我是一个普通人，恐怕此刻早被你们割断手脚，扔出去做人质了。何来？快说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啊？你今天要是不给老子交代清楚，老子今天就扒了你的皮！是他，是叶玉川，是他引诱我，就是他！你还不承认？你害怕宋碧瑶出狱以后跟你结婚，影响你的名声，你还说只要我把宋碧瑶赶走，你就入赘胡家！你胡说！叶玉川，这就是你说的能让玉川集团起死回生的方法。今日玉川集团本可一飞冲天，可是你的选择白白葬送了这次机会，这真是令人嘲讽。宋冰瑶，你有如此身份，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？早说？我说过是我替你坐的牢，我说过是我拯救了玉川集团，我说过是我让萧正清给你注资，我还说我才是许强背后的大人物，这些你信吗？叶玉川，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，而他说什么你都深信不疑。我这次出狱本想帮你拿回属于你的一切，让玉川集团屹立于世界之巅，可惜啊，你错过了。冰瑶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有如此身份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如今你我二人红尘已尽，叶玉川，从今日起，你我之间再无瓜葛。主人，这些人对你无礼，该如何处置？胡媚儿、胡爸3番2次对我出手，有眼无珠，言语不敬。从即日起，没收一切财产，逐出神州。是。钱玲、周潇，你们2人自诩财阀，打压异己，从今日起没收全部财产，贬为下等人。你们2人就好好给我体验普通人的生活。是主任。多谢女帝不杀之恩。走吧，是时候去看看萧伯伯。只要他身上的镇灵符没有被擦掉，我便可以让他起死回生。好。什么？可恶！我们被刚才那个贱女人给骗了。骗了？没错，我刚才接到电话，昨夜万杀之王来到大夏境内，血洗了大夏第一监狱。监狱长许强和他手下毫无还手之力，不出意外，已经全部覆灭了。
爹，那这么说，刚才的许强是假的？实际上我也没见过许强，也许是刚才那个贱女人请来的演员吧。我刚才就在奇怪，神州境内要真有这么一尊女帝出现，哪还有我们4大家族立足之地？哼，害得我白担心一场，还以为她真是什么大人。哼，她就算是从小习武，到达武道宗师也是不可能的。就算她到达了武道宗师，别人害怕她，对于我们胡家不足为虑。爹，那您现在仰仗的莫非是大哥？不错，你大哥这些年一直没消息，刚才打电话告诉我，他已经到达宗师境了。可大哥现在也不在神州境内啊。你大哥其实一直在给帝都的王家做护卫。明日医圣大人将在元天楼举办奇珍拍卖会，他这次是陪同王家家主王浩大人前来参加，此刻已然到达神州境内。总算能报这个仇了。哼，跳梁小丑罢了。明日你我父女2人共同参加拍卖会，只要巴结得上王家，那萧家又算什么？宋兵役后，萧震天，等我胡家重新崛起，一定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医生大人，你是天下有名的神医，求你一定想想办法救救我们老爷。夫人，请放心，只要萧董还有1口气在，我便让他恢复如初。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赶紧把它擦掉！这回禀夫人，少爷总是特意交代，让小人看好这些符文，说是拯救老爷的关键。胡闹！我行医几10年，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把治病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鬼画符上。少爷那边我来说，动作快点，把这些符咒赶紧擦掉，别耽误医圣大人治疗。是。还请医圣大人赶紧为我们老爷治疗。萧董已经死去，至少5、6个小时里，你这时候喊老夫来医治，是在戏耍老夫吗？死了，老爷死了。夫人，少爷说有人可以救老爷，他已经去请了。哼，荒谬！服行医几10年，还从未听说死人可以救活。依我看，还是快些准备萧董的后事吧。谁说死人不能救活？震庭，你回来了。医生说你爸他……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特意将宋小姐请了过来，我相信她一定可以救活我爸爸。宋小姐，这位就是宋小姐，她的手段我见识过，是真正的世外高人。是吗？一个丫头片子，高人，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这灵符怎么被擦了？我不是说过不能擦掉吗？我怎么交代你的？你怎么做事的？夫人，你这是我让他擦的。震庭，你年纪轻轻怎么能相信这些东西呢？没错，我行医几1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荒唐的事情，也从未见过有人可以将死人救活。冰瑶，运气没了，我爸还能救活吗？这灵符散了，萧特龙的魂魄已然离体，想要救治，恐怕只要能救活我爸，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。原来如此，没有能力救活便推卸责任，说是擦掉符文所致。老夫行医几10年，这种骗术见得多了。好呀，竟然骗到我们萧家头上了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和谁敢？妈，你就这么希望爸死吗？你胡说！他是我老公，我怎么能希望他出事呢？
镇定，刚才医生已经检查过了，腾龙他确实已经走了。医圣？是呀，这就是医圣孙天，神州第一神医。萧总，还请节哀，令尊已逝，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让死者入土为安。不，我面前这人是大夏女帝，是我见过最有本事的女人。她说能救，就一定能救。大夏女帝，萧总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他一介女流，也妄自称帝，哼，狂妄自大意就算，还敢藐视天地伦常。我如何藐视天地伦常？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萧家家主已经是死人了，你却说能治，不是藐视伦常，又是什么？你做不到，不代表别人做不到。若是以老夫10年前的脾气，早就一板凳拍死你了。什么这魂，什么魂魄离体，少，真以为自己是神仙下凡不成？鼠目寸光。也罢，今天我便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做真正的神仙手段。说你胖，还真就敢闯上。你要有这等本事，孙天拜你为师。拜师就不必，你资质太差，学也学不。哼，狂妄，那就请吧，待我看看多大能耐。装模作样，老夫还是第一次见有人给死人把脉的。冰瑶，怎么样了？镇灵符被擦，救治的难度已然翻了3倍。所幸我的修为已经恢复了大半，想要救治还是有希望的。只是我还需要一些外物辅助治疗。你尽管开口。我要一枚古玉和至亲之人的鲜血。古玉？我这正好有一块，这块古玉是我萧家历代先祖传承而来，应该可用。至于鲜血，就用我的吧。居然能在这里看到上等的和田圣域，难得。那就开始吧。装神弄鬼，待会儿萧东要是醒不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出招。冰瑶，需要我提前取血吗？不用，有事我自然会去。不过是障眼法罢了。今天有我在此，我倒要看看你还如何骗人。这是障眼法？没错，一些武道高手是可以通过真气令物体悬浮起来，但这种手段偏偏普通人还行，想骗我，痴人说梦。这么看来，他还真是骗子。当然如此，想把死人救活，堂堂医圣都做不到，他一介女流，如何做得到？回来。怎么样了？放心，人已经治好了。爸，你终于醒了，我就知道他一定能救活你。腾龙，你这是人是鬼啊？这不仅是死而复生这么简单，还生生的将寿命拔高了20年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简直是奇迹啊！恭喜家主，贺喜家主！宋大师，你竟然真的把老爷救活了，这真是太好了！萧总，
从容，感谢大师救命之恩。即日起，萧家和萧云集团愿听大师差遣，鞍前马后，绝不违背。爸，你不必这样，我已经答应和冰瑶完婚，很快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我红尘心断，与这神州之人已不同路。罢了，此事以后再说吧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哈哈哈哈！还是我儿子有眼光。如今萧老爷子已然起死回生，这位医圣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顽疾清楚，死而复生，莫非你真是神仙？弟子尊天，即日起拜宋前辈为师。拜师就不必了。大师，之前弟子有眼不识真仙，多有冒犯，还请大师原谅。我不收你为徒，不是因为你的无礼，而是因为你的资质太差。怎么不服？萧家家主五行缺失，气通经络而不走。我专门用镇魂符替他凝魂锁魄，但你却看不出来，还命人把镇魂符擦了。你这样的资质，叫我如何收你为徒？宋大师，之前是我孤陋寡闻，不识人间竟有如此手段。这里有一株千年灵芝，希望能够弥补我之前的愚蠢。还当真是千年灵芝。地球灵力稀薄，我想要尽快恢复巅峰时，就需要这种灵力充足的天才地宝。既然这人号称医圣，或许会有些门路。这种东西，你还能拿到多少？神州每年的珍宝拍卖会都是由我组织的，不仅有药材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珍贵宝物。师父若是有看上的，徒儿愿替你买下。好，那今日我便收你为徒。多谢师父成全。也罢，既然已经收你为徒，那今日我便赐你一个机缘。把手伸过来。医生大人，你这是直接年轻了几十岁呀！多谢师父。返老还童，起死回生。冰瑶，这就是你真正的实力。小鬼，你现在还觉得我是骗子吗？还觉得我是在图萧家的钱？不敢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还请大师原谅这个妇道人家。冰瑶，我妈也是因为担心我爸，所以才出言不逊的。也罢，既然郑婷替你求情了，那今日之事我便当没有发生过。你刚才说除了我，还见过有人可以用真气使物体悬浮，这样的人多不多？回禀师父，我刚才说的是古武修炼者，他们人数倒是不多，实力以境界划分，依次为一般武者、化境武者、宗师、大宗师。那能做到真气御物的是哪种境界？如像师父刚才那般，以真气令物体悬浮，至少也得是宗师手段。还真是有点意思。我的实力在运用些许仙术，想必就算遇到大宗师，也能有一战之力。不过，光有一战之力还是不够，还需要继续提升。你刚刚说的拍卖会何时举行？回禀师父，明天在元天楼便有一场，届时神州四省的权贵都会来此。据说帝都四大家族之一的王家也会到场。王家是我徒弟王浩。
若师傅您不介意的话，弟子现在就让他过来给您磕头。不必了，明日的拍卖会我会去，届时再让他给我磕头也不迟。好的，师傅，明天无论您看上什么东西，徒儿必定双手奉上。这就是神州顶级权贵才能参加的拍卖宴会，真是太让人惊叹了。我听说这里任何一件拍品都价值1000万以上。他们居然会在这里！他们既然敢来，那就好好算一算总账。宋冰瑶，你的底细我们已经全部查清楚了，你不夹着尾巴藏起来，还敢来拍卖会，胆子真是不小。你们摸清了我的底细？没错，你找演员假冒神州第一强者许晴，还假冒大夏第一监狱监狱长。你要是一直躲在萧家的话，也许还能耀武扬威几个月。但你今天既然来了，那就准备好受死吧。看来之前是我对你们的惩罚还不够。惩罚？你有这个能力吗？今天别说是萧振庭，就是萧家家主亲临，我胡家何惧？以胡家的破产，还有什么后手？萧总，我劝你赶紧和身边这个女人划清界限。这里不是神州酒楼，而是权贵云集的元天酒楼。你们萧家能得罪几个？宋冰瑶，就算你爬上了他萧振庭的床，在我眼里也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人。一个女人要想男人看得上眼，光靠美貌可是不够，要有自己的能力和手段，不然就是一个文物吧。你说谁是文物？当然是你呀！没有他萧振庭，你有什么资格来到这里？这里的每一件牌品都价值1000万，没有他萧振庭出钱，就凭你，买得起吗？这里的拍品，若是我想要，不用我开口，这拍卖会的主人定会双手奉上。好，非常好，宋冰瑶，你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装啊！昨天找人冒充许强大人，今天是不是也找好演员来冒充这拍卖会的主人了？我看你接下来怎么演？昨天呢，是我实力不济，没看出来。但今天我大哥回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装。你大哥是谁？我大哥胡天一，实力已达到宗师境，修为无双，实力双全。你今天就算依靠萧家的人把许强请过来，我护不住。没错，我今天倒要看看还有谁能救得了。看来今天你们胡家真是要亡啊！我胡家亡？宋冰瑶，你口气可真不小啊！你现在给我跪下，兴许我一高兴还能饶你不死。胡妹，你大哥很厉害。那当然，背靠帝都大家族，前段时间他的实力更是达到了宗师界的巅峰，破茧成蝶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一个小小的宗师境，便是你胡家的倚仗，难道还不够吗？宗师在神州境内已属于巅峰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问一下你身边的这位萧总啊。宗师境强者，我们萧家的确得罪不起。一个区宗师境，便是你们胡家的天，那这个天还真大呀。胡总，这个女人估计还不知道宗师到底代表着什么，也不知道它究竟有多恐怖。恐怖？若只是小小的宗师，我只手可灭。随手可灭？我倒要看看是哪个蠢货这么大的胆子！我倒要看看是哪个蠢货这么大的胆子！大哥，就是这个贱女人，仗着自己会一些拳脚，侮辱胡家，就连爹也被他请的演员给踢了一脚。今日若不杀他，我胡家如何在神州立足？你浑身没有一点真气，更是没有一点修为，也就是仗着一身拳脚，就敢到处逞凶，就连宗师境的强者都敢藐视，简直死有余辜。胡宗师，就是这个蠢女人，
不仅敢轻视宗师，还敢说自己是神州第一强者许强的主人。许强大人乃是人中龙凤，早已跻身大宗师境。像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人，也敢亵渎许强大人，简直不知死活！我说我是他主人，便是亵渎他。那是自然。你这个贱女人，给他暖床都不配，还敢自称说是他的主人？既然如此，3分钟。3分钟？什么意思？头，大人要求的蕴含灵气的物品已查到，就在医圣大人的拍卖会上。太好了，总算是完成主人交代的第一个任务。许强，我命你3分钟之内出现在元天酒店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头，怎么了？立刻备车，3分钟内赶到元天酒楼宴会厅。是。敢得罪主人，看来神州的天要变一变了。许强大人是大夏巅峰之一，就连我也要躬身相迎。你竟然让他3分钟亲临，是不是没睡醒啊？大哥，这个贱女人吹牛成性，昨天呀还找演员假扮许强大人呢。那个演员自称自己是许强，还当众向他下跪，叫他主人呢。还真是大胆！许强大人乃是堂堂大夏第一监狱长，一代枭雄，怎么可能会给女人下跪？大哥，如今真相已经大白，我看呀，你不如现在就动手，把愤怒的手下送去给许强大人定夺。是，也该处理一下了。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宗师境的厉害，敢辱宗师之威，受死吧！吴天一，好大的胆子！大哥，你看，这就是那个贱女人昨天请的演员。昨天演许大人演爽了是吧？今天还敢来，真是胆大包天！演你妹啊！真是许大人？说我是演员？不敢，不敢，这都是误会啊！吴天一，才踏入宗师境几年，就敢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吗？不敢，在下不敢啊！我看你是敢得很呐！拜见主人，属下来迟，还请恕罪。不迟，来的刚刚好，不然我也没有机会看到这出好戏了。胡媚儿，你刚刚说要断我手脚，谁的货？不知道许强护不护得住？你胡家是想要亡了吗？大哥，救我！大哥！怎么，就凭你也敢拦我？哎，不敢，在下不敢。但是打狗也需要看主人嘛。我乃是京都王家家主王浩的贴身护卫，而且此次拍卖会乃是医圣大人所办，得罪了此二人，恐怕许大人难以善后吧。京都王家，那可是整个大夏排名第3的家族，实力比起大夏第一监狱要强上许多呀。医圣看起来独来独往，其实力更加恐怖。他人脉很广，在大夏境内，很多宗师境强者都欠他人情。要是得罪了他，这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啊！主人，王家和医圣，我们确实都对不起。无妨，你尽管出招，出了任何事情，我一力承担。你全权负责，宋冰瑶，你可真是好大的本事！是啊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强大人会拜你为主，但是如果和家妹少了一根毫毛，医圣和王家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好啊，那便试试。怎么，区区女子也想跟我较量较？好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蚍蜉撼树。
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有如此战力？不是我太强，而是你太弱。我可是王家家主的贴身护卫，你要动我，就是得罪了王家，王家绝对会派人过来杀你和你身边的人的。我走。杀！王家家主王浩，这可真是真的巅峰级人物啊！这个宋冰瑶，这下真的踢到铁板了。这要是我，肯定立即跪下道歉的。老爷，救我！救我！这个女人仗着有点战力，竟敢大闹医生大人的拍卖会，还不把我王家放在眼里，简直罪该万死！你竟敢杀我！我大哥死了，那我胡家岂不是彻底完了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这是假的！打狗也要看主人，你竟然不把我王家放在眼里！王家，什么土鸡瓦狗也配入我的眼？我奉劝你，最好识相一点。现在在这里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我可以考虑原谅你刚刚的无礼，否则我不介意替孙天清理门户。大胆！你竟敢侮辱我王家，还敢直言恩师名讳！我不光是叫他名字，我就算此刻叫他滚过来，他敢说一个不字吗？大胆，竟敢侮辱家师！他还说让医生大人滚过来，这女人不会是疯了吧？以为有点实力就肆意妄为？是啊，你不仅得罪了帝都王家，还得罪了医圣大人，你等死吧！你能杀死胡天一，确实有点本事。我承认，我当初和你退婚确实有些草率，但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，而你得罪的是多么可怕的存在。区区萤火，敢与日月争辉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你自以为是的宗师修为，在我们王家这种顶级豪强面前，根本激不起波澜。所以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说的话？我相信你什么？你是昨天晚上没有睡醒吧？你不是要替恩师清理门户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战神殿店主陆凡，还是魔尊玄尘啊？你一介女流也配？战神殿主、魔尊玄尘，想必都已是大宗师之境了吧？想不到大夏境内还有高手，回头挨个挑战一下试试，谁让我最近无聊呢？刚刚这几个人我都不是。那你凭什么说让我师父滚过来啊？因为我是你师祖，跪下，磕头吧。你是我师祖？你说你是我师父的老师？怎么不像？像你妹啊！贱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师父是医圣大人，今年80有3，他所学医术皆出自医神一门，而医神大人早在10年之前就已经仙逝了。难不成你是医神大人从坟墓里面跑出来了不成？你可真是什么牛都敢吹呀！敢冒充医神大人，这一下真是活腻了。医神一门，没错，医神大人早在60年前便享誉天下。你这个蠢女人，今天不仅冒犯了我师父，还侮辱了我医神一门。我不把你千刀万剐，难消我今日之耻。虎贲卫何在？帝都王家虎贲卫，每一位都是宗师境的高手，他们结合起来，就连大宗师强者都不在话下。我大哥曾经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哼，这么多的宗师境高手，我看今天还有谁能救得了你？自作孽不可活！现在把这个贱人给我乱拳打死！是。王浩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当真要欺师灭祖？都愣着干什么呀？动手！好，那我今日便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手段。我今天就站在这里，你有本事来到我的面前吗？就算你的实力达到了大宗师，也突破不了我家虎贲卫的封锁。上，打断他的双腿！是。想杀他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土鸡瓦狗而已，我只手可灭，不知死活。焚天，
这是神迹！竟然凭空招来一团蓝色的火焰！不可能，这是特效，这一定是特效！幻象，这一定是幻象！这不是幻象，而是你清楚的知道你要死了。快拦住他！找死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么多虎本位强者，竟然都近不了你的身！这有什么不可能？这便是我上苍女帝，别说是宗师，换作是从前，就连你们口中的大宗师，连跟我说句话的资格都没有。跪下！连王家家主都跪了，难道她真的是女帝？这怎么可能？明明是刚出监狱的废物，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宗师境的虎贲卫，居然被他一个人杀死了！王家威严不可辱，你今天这般辱我师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！臭丫头片子，我师父来电话了，你给我等着！师父，你救救我吧！这边有人在拍卖会上大乱，我差点都被杀死了。好，臭丫头片子，你给我等着吧！我师父医生大人马上就要来了。虽然他修为不高，但身为医生，整个大夏没人敢得罪他。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说的话？我信你妹啊！以我师父的身份和地位，怎么会拜你这种臭丫头片子为师？趁现在，你还不如好好跪到我的面前，给我磕头道歉，好让我断了你的手脚。不然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好，我等着。医圣大人到。医圣大人，不是说他已经83岁了吗？怎么看起来跟40岁一样？是啊，跟照片完全不一样啊。对呀。有关人员请退场，还有把这些尸体都给我拖出去。师父，这有个蠢货说不仅是我的师祖，还连续打伤我的手下，逼我下跪，还折辱于你。师父，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，不然我们医生们还如何在大夏立足啊？你是让我教训他一下？没错，贱人，我师父来了，你就等着受死吧！闭嘴！师父，你……我怎么教出你这么个蠢货？这余徒已被我废弃修为，从今以后再不能为非作歹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废物给我拖出去！还有你这个家伙，三番五次找我师父麻烦，罪该万死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是。顾家剩余的家产全部查抄。医生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医生大人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，带走。大人。师父，剩下这2人该如何处置？叶雨川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但你一心只想巴结权贵，根本不懂得感恩。也罢，玉川集团就此覆灭吧。你只有失去了你在乎的东西，才能真正的明白，人行世间最重要的是懂得感恩。为什么你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？我不能失去玉川集团。小妖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把人给我带走！不！师父，所有废品都准备好了，还请老师移入室内，与我一同观看。带路吧。这就是今天所有的牌品，有千年人参、传国玉玺、珍贵的矿石，还有珍稀的瓷器。您看上哪个，跟我说，我先送给您。普通人眼中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，但在我眼中一点灵气都没有。看来我对地球上的奇珍异宝还是期望太高。算了，把那株人参拿给我。这石头是从何而来？这是我之前买的一块石头，是个废品，上不了台面，就顺手拿来垫桌脚了。这块莫非就是玄玉灵石？这种品质的玄玉灵石，即便在修仙界
都能让无数高手抢破头颅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东西，我或许能一举突破到金丹阶。这石头我要了，多少钱我转给你。不用。慢着，这块东西我要。这是战神殿店主陆凡。战神殿？不错，我们神州第一监狱的势力，在整个大夏只能排进前5，而战神殿绝对是无可争议的第一。只是这种顶级的大人物一直在镇守北疆，怎么来我们神州了？孙老，我是专门为这块石头而来，你开个价吧。抱歉，这块石头已经有主了。陆店主，您晚了一步。这位朋友，请将这块石头转让给我，我会补偿你。多少钱你随便开口。抱歉，请回吧。你区区一个女子，不知道这块石头的用处，与其浪费，不如转让给我，交个朋友。毕竟多个朋友多条路。你要怎么才肯交出这块石头？好办，你我2人交手，我若赢了，这块石头便归我；你若输了，便跪下拜我为师，任由我差遣，敢与不敢。拜你为师？怎么怕了？店主，这女人口出狂言，我这就帮你杀了她。住手！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若是能赢我，做你的奴隶也不算辱没我。你若是输了，我会杀了你。我要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做人间无敌。师父还是冲动了，这毕竟是陆凡，人间全无敌，能打赢他的只有天。我也不欺负你，便让你一只手。你确定？哼，我确定。我陆凡一诺千金，绝不后悔。在别人眼中，你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宗师，绝世的天才，但是天才只是见我的门槛，不值一提。好，那便开始吧。冰瑶，战神殿店主实力常年排行世界第一，实力不容小觑。你真的能赢？放心，虽然在他眼里我算不上什么东西，但在我眼中，他又何尝不只是一只蝼蚁？我翻掌可灭。找死！我们店主大人的修为早已达到大宗师巅峰，乃是真正的人间太岁神。3年前，云墨国出动27位宗师、3位大宗师合力围剿我们店主，被他一人斩杀9位，其中2位是大宗师，剩余之人皆被吓跑了他，纷纷投降。你区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子，敢与这样一位太岁神对抗，不是找死是什么？废话这么多干什么？你的武力值是靠别人说的。好，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与我对战的恐惧与绝望。聒噪，出招吧。好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便成全你。好强的内劲，师父恐怕要输了。这已经不是大宗师巅峰了，这是半步至尊境了。这难道就是大宗师巅峰的实力？不过，也并不是不能战胜。我的御龙神功竟然败了！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！要不用2只手试试呢？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御龙神功第10式，神龙出现！破！认输吧，不然你就要死了。我认输。竟然真的赢了陆凡，这可是战神殿店主，全世界排名第1的强者，竟然连5招都没撑过。冰瑶应该是真正的绝世无敌了。是啊，还好我们是早，
不然我都怕排不上队了。店主，你没事吧？没想到我一生不败，今天却输给了你。跪下吧，拜我为师，足以让你自傲了。我陆凡拜见师父。刚刚你也在找这块石头，你可知它是从何而来，有何功效？启禀师父，徒儿不知，只是徒弟知道有人四处在寻找这块石头，我怕您是他派来的，所以打算强行买入。何人？魔尊玄尘。魔尊？没错，魔尊无恶不作，为正道人士所诛杀的首要目标。只可惜他实力太强，即便是我也只能勉强与他抗衡。3个月前，他突然实力大增，就连我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后来我派人调查得知，他一直在寻找这些石头，所以才有了刚才的误会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位魔尊极有可能知道了玄玉灵石的奥秘，就是靠着吸收其中蕴含的灵力来提升修为。师父，3日后我会在神州酒楼举办屠魔宴，会召集国内外所有高手一起猎杀魔尊。您是否有兴趣来坐镇？没兴趣。师父先别着急拒绝，既然魔尊在寻找这些石头，想必宴会上会出现不少，届时我会收集起来，全部献给师父。也罢，那几日之后，我便随你去看看。一枚玄玉灵石所蕴含的灵力，便可以让我的修为恢复至金丹境。如果能再多几枚就好了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若是再对上陆凡，他定撑不过1招。3日时间一过，不如我便去屠魔宴看看，能不能找到更多的玄玉灵石，以助我突破至人。不愧是世界上最高规格的聚会。这店内光是宗师级别的强者就有不下100人，就算凭我现在的实力，估计要足足花上2分钟才能彻底击溃。这不是萧家的萧振廷吗？这种宴会厅的规格，你们也配参加？无锡，我能来，自然是受到了邀请。这是我大学同学，追了我4年。我对他一直没什么兴趣，所以他就怀恨在心。你们萧家这种小家族也配得到邀请，还真是会吹牛啊，对吧，龙哥哥？是啊，据我所知，萧家不过是个经商的家族，连一个宗师也没有，怎么有资格来参加战神殿店主举办的屠魔宴呢？我未婚妻受到了邀请。未婚妻？一身的地摊货，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神州第一天骄，居然会娶一个3、5女人。什么是3、5啊？没钱、没权、没背景，最主要是长得还不好看。无锡，你说话给我注意！我未婚妻宋冰瑶可是宗师境的强者。这大夏宗师一共109位。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个女人呢？气息虚浮，我从她体内感受不到一点真气波动，不会是个骗子吧？你说我被骗了？当然，是不是宗师境的强者，我只需要一眼便可以分辨出来，再怎么伪装都是没有用的。哇，看到了吧？真气外放，以气御物。这才叫宗师。郑少，你真厉害！谁是骗子，一目了然。那当然，郑少可是第1世家继承人，德才兼备，岂能是你们这种骗子能比的？萧振廷，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宴会，不是你随便砸几个钱就能糊弄过去的。没有宗师的实力，你们贸然前来，这后果不是你们区区萧家能够承受的。不错，
战神殿殿主陆凡召集的除魔宴，但凡能来的，要么是宗师，要么拥有权势和地位的人。一个小家族拉来个骗子宗师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跟他们废话了。要我说呀，这2个下等的垃圾就应该直接把他们轰出去。是郑少，你们听见了吗？赶紧从我们眼前消失，滚出宴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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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贱人，你说什么？我给我徒弟一个面子，不想在这里动手伤人。你让我们滚！贱人，好大的狗胆！你也不看看，来这儿的都是什么人？你还不滚？你敢打我，你找死！郑少，他打我，分明是不把你放在眼里。哪儿来的贱货，竟然敢打我的人？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！跪下！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宗师境，怎么把我压得站不起来？即便是大宗师也做不到啊！现在你还觉得我在骗你？就算你不是骗我的，又能怎样？我可是第一世家的继承人，你羞辱了我，等于羞辱了第一世家。给我等着，你死定了！好，我等着。为爸，我在神州酒楼被人羞辱了，你赶紧过来给我做主啊！你给我等着，父亲马上就到。我劝你现在最好把我放开，乖乖跪下来，任由我折磨，还能保住你一条小命。否则你今天死定了！郑家家主可是不弱于战神殿和魔尊的存在，就算你是大宗师的修为，你今天也死定了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我今天就站在这儿，等着那什么第一家主过来给我跪下道歉。让我父亲给你道歉，你真是吹牛不怕闪了舌头啊！等我父亲一到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有什么依仗，都得死！让郑少下跪，坐等郑家家主，这女人哪来的？也太嚣张了吧！谁说不是呢？这可是第一世家，真是不知死活！想让我死，就算是你父亲亲自来了，也没有用。哼，这真是我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医圣大人吗？我确实不是医圣，但他是我徒弟。你说你是医圣的师傅？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你个贱货，还真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你拿医圣当什么人？那可是大夏医术第一人，你连他的师傅都敢冒充，你把在座的宗师都当傻子吗？怎么，你不信？我信你妹！你要真是他师傅，我就把这地舔得一干二净。既然你这么爱干净，那我就成全。贱货，你竟敢如此羞辱我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等你能站起来再说吧。谁敢羞辱我儿子，找死！郑家家主来了。郑家家主实力与陆凡店主一样，达到了大宗师境。这女人羞辱了郑少，哼，今天算是交代在这儿了。就是，这样嚣张的女人，死了也是活该。是你这个贱货，胆敢羞辱我的儿子！我数到3，放了他，或许老夫能给你一条活命的机会。我若不放呢？这是命令，不是商议。看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，实属不易。老夫惜才，才愿意跟你多说2句。老夫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再不放了他，老夫一掌劈了你！这普天之下，还真没有什么人能够命令我。你这儿子仗着自己是第一世家继承人，便胡作非为，对我出手，我这才出手教训教训他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你若现在跪下向我道歉，今日之事，我便当没有发生过。道歉？让我堂堂第一家主给一个黄毛丫头下跪道歉，做什么白日梦呢？
在整个大夏境内，都是我们欺负别人，还没有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到我们头上。我儿子欺负你，那是你的荣幸，你竟然还敢还手，简直是罪不可恕。果然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原来他嚣张跋扈的根在你这儿，那今日我便拔了这个根。好你个贱女人！就算陆凡大人来了，老夫也不惧。既然你如此无礼，那老夫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，受死吧！好强的力量！难道这就是大宗师的实力？站都站不稳了，别说交手了，这下他完蛋了！士兵瑶，你受死吧！这女人到底是谁？竟有如此实力？怎么可能？年纪还没我大，今年不过25岁，怎么可能比我父亲的修为还高？给我破！别破了，乖乖磕头吧。能给我磕头，是你的荣幸。你区区女子，竟然有如此深不可测的实力，连我都不是你的对手。不过你先不要得意，陆凡大人就来了，他才是真正的人间无敌。萧振廷，你笑什么？哎，没笑什么，我就是看你们这样，感觉自己快长脑子了。看来磕头也堵不住他们的嘴了。即便你跟陆凡店主实力相当也没有用，只要陆凡大人一声令下，现场所有的宗师都会联合起来向你出手。别说你是大宗师境，即便你是至尊境，也难逃一死。没错，在场这么多人同时对我出手，我确实难以匹敌。那还不赶快把我们放了？难道你要承受店主的怒火吗？不过不好意思啊，忘了告诉你，陆凡是我的弟子。什么？你说陆凡店主是你徒弟？不可能！这个贱货还在这里吹牛。知道陆凡店主是谁吗？他统御边疆，纵横大夏，冲500级，就连魔尊也被他压了一头。你说你是他师傅，你也配？不错，陆凡才是真正的人中龙凤，怎么可能会拜你这个黄毛丫头为师？以老夫来看，你就是没有任何背景的骗子。如今你们都跪在我脚下，如同蝼蚁一般，还觉得我是骗子？当然，陆凡的狂傲是出了名的，你是他师傅，你问在场的宗师，他们信吗？就是。战神手下4大护法、8大金刚、10大战神位，就算是大夏皇室，也得敬重3分，不敢怠慢。哼，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女子，凭借一点故弄玄虚的手段，就敢妄称是战神的师傅，简直是羞辱！看来你们都不信。当然，你要是陆凡店主的师傅，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。陆凡大人到！陆凡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杀了他！陆凡大人，就是这个贱女人，她不仅冒充医圣大人的师傅，还声称是你的师傅，仗着大宗师的实力，言语刻薄，不知收敛，好好的屠魔大会都让她给毁了。她就是我们大夏的毒瘤，若不清除，遗害无穷啊！还请店主亲自出手，将他斩杀。请店主诛杀死了。我是毒瘤，是祸害。我安静参会，是你们非要攀附这个阵容。
对我百般刁难与折磨。若不是我有实力，恐怕现在早被打断手脚丢出去。刚刚怎么不说要伸张正义？怎么不说要替我诛杀子辽？你区区一个女子，怎么能与郑少相提并论？她是第一世家继承人，而你不过是有点实力的歪门邪道。我是歪门邪道？没错，不接受战神的号令，不尊重大夏4大家族的领导，便是邪魔，便是歪道，应该被我们所清除。听到了吗？他说让我听你号令。徒儿不敢，徒儿陆凡拜见师傅。什么？他竟然真的是战神的师傅！你能收陆凡做弟子，算你有本事。但依靠这些，你就敢羞辱我们第一世家，未免太小瞧我们郑家的底蕴了吧？底蕴？莫非你还有什么后说？没错，我们郑家老祖郑妖刀依然存活在世，他早已突破大宗师境，达到至尊境。你敢得罪我们郑家，实有一死！哼！郑妖刀，妖刀，妖刀，你不会真以为我跟你那么多年，只是为了一个区区的陆地神仙吧？只要吸收了你女帝的骨血，我就能肉身不灭，羽化登仙。修仙世界的妖刀和这个郑妖刀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吧？郑妖刀，他竟然没死。据说他200年前就已经达到了宗师境，那如今他的修为岂不是更恐怖？哼！本来这张底牌我并不想对外透露，但是有人想死，那也怪不得别人了。老祖，快来救我！咱们郑家快保不住了！老祖马上就到，你如果能跪下给我磕18个响头，我倒可以考虑留你个全尸，否则老祖来了，定将你挫骨扬灰。挫骨扬灰？很不巧，我今天心情非常糟糕。敢欺负我的后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就是郑家老祖郑妖刀，看着这么年轻，像是20岁，真厉害！真不愧是郑家老祖，一出招天都震黑了。居然和妖刀长得一模一样，难道真是同一人？丫头，我不管你有什么依仗，赶紧放了郑威海，我便可饶你一命，否则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放开他！没错，我数3声，你若还不放人，我不仅会杀了你，还会灭了所有与你相关的人，包括你的家族、你的血脉，我会让他从此在这个土地上消失。好啊，那我放了他，算你识相。我放开了。贱人，你找死！郑前辈，他是我的恩师，还请高抬贵手。滚开！天啊，陆凡大人竟然连一招都没有接住！这就是陆地神仙的实力吗？这下这个女人肯定要死了！敢伤我的弟子，给我跪下！什么？连郑家老祖都被他一巴掌打跪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是幻觉吗？本不想展示全部实力，是你逼我的。魔气，他竟然是魔尊！
魔尊？魔尊无恶不作，他吸食修炼者的精血，为正道武者所追杀的对象，行踪诡秘，即便是我也难寻其踪迹。没想到他是郑家老祖，一直隐匿在郑家。没想到这郑家老祖就是魔尊，这第一世家伪装的可真好啊！不错，我便是魔尊。本想逗你们玩一玩，让你们多活几天。现在都别走了，全都给我死在这儿吧！好强的魔气，完全抵挡不住啊！地球灵力枯竭，想变强，只能不断吞噬修炼者。我第一世家的名号不能受到影响，我只好化作魔尊。本想让你们再活一段时间，要怪就怪你这个贱货吧。原来你获取力量的方式是通过杀人啊！弱肉强食，天经地义，这本是修炼者该懂的道理。死了怨不了别人。腾龙掌，我乃女帝，当震碎这世间一切邪祟。今日我便杀你正道，遮天之手。这不可能！你才刚刚突破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？我修炼区500年，便可纵横仙界，岂是你这种邪魔歪道可以比拟的？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这一身魔功，又是从何而取？我是在梦中跟一个前辈所学。宋冰瑶，不愧是获得女帝称号的修仙界第一天才。不过，你和我之间依旧相差得很远。这是500年前的事情，你竟然知道我重生的秘密？哼，那是自然。上苍龙戒是我给你的，自然知道它会助你重生，努力修炼。我在修仙界等你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提醒你一句，不要被我杀死了。你找死！他既然知道了我重生的秘密，还能将力量映射到500年前，他的修为究竟达到了何种地步？算了，不管他是谁，我早晚都会找到。修仙界，我迟早会去，期待我再次波澜壮阔，重登帝位吧。